欢迎来到标脸，这是一座超越想象的巅峰豪宅，每一寸空间都为这座独特的建筑精心打造，从专属的香氛到定制的家具与珍稀的艺术品，每一处设计都展现罕见的精致。它是洛杉矶巨型豪宅时代的巅峰之作。接下来，我们将和设计师一起引领你走进并体验这栋传奇建筑作品的独特魅力。House really presented us with such sort of unique challenges. I mean, we had this very, very long exposure against the street, but at the same time, we really had to concentrate on creating a sort of privacy for the users of the house. So it became a challenge, and I think part of that challenge relied on coming up with something that was very unique and sculptural that kind of created an interest, but at the same time gave you sort of the privacy that you required from the street. So we felt like there was an opportunity to create this sort of connection between sort of the architecture and the land in this very, very lengthy kind of exposure that we had. And I think the facade that we came up with consisted of all these sort of linear metal elements that were bent and folded to sort of create a pattern. And as you kind of like looked at the pattern got denser and denser. And as it got denser, it kind of guided you towards the entry of the house. 大家好，今天和大家来分享的这栋房子呢，只能说是在标链都可以算是顶尖的存在了，是对不对？因为你说正常来讲，市场上2、3千万的房子很多，但你说一旦过了5000万这个口就不太多了，就是不同的坎儿，能买的人也不太一样了，是不是？级别也不一样。来，往这边呢，其实你可以看到身后呢，它等于做了一个人工的一个 U 型的车道。是，就其实这边因为标链 road 这条街其实很窄，大家都没有什么 frontage， 对，它依然还能给你一个小的环形的地方，别管自己趴车访客，就算不错了，好吗？它停车还占了一半的路，你知道吗？因为车库实际上是咱身后，那是车库。对，这边实际上是它房屋的主建筑。主建筑，你看整个停车这个墙面，你知道完全看不到里面，隐私做的已经非常好了。上山是一个挑战，不像那边房子，根本就一看就前面什么样，你看它全挡上了。而且我才发现这个是 LED 的灯啊。对呀，它晚上这一片亮下来以后，这个小氛围是可以的啊，对不对？往这边也是用了一个鹅卵石的水池，做了几个台阶的过来。你看这么小地儿还种了一个小水榭，是。然后往这边走过来也是铁艺的一个扶手，到这边其实就是正门了。可以看到我的右手边这边是车库，你看从下来行人的这个台阶几阶下来，你看这边墙都是现在搞的是加州特产了，是不是？是，变成 living wall 啊，全部都是小的多肉啊，各种植物放在这边。一进来院门进来以后，左右2个区域，先跟大家有一个概念。我右手边这边啊，实际上你看地图上看感觉是2个建筑一样，实际上是一个建筑，它下面是通着的，上面这层是从这么树外走，但其实这边主要是上面都是车库。你今天的手势很有讲究啊，发现那肯定啊，你尽量给大家描绘的绘声绘色一些嘛，对不对？这边的车库呢，室内停车从那边可以进来，车库整个的外形，包括那个 bend 的那个就是掰弯了的那个钢管都能掰弯，其实这不太对了。好好说。包括这个玻璃流的这个钢化玻璃流的采光进来，那个车库就是不错的，就在我的右手边，对不对？也 OK 的，也有电梯可以直接下去到下面的每一层，楼梯下去的每一层都有。那这边呢就是这么一个空间，但是到我的右手边进到主要的房屋空间之前，你看它一开院门，先看你的这么一个区域，这是很特别。对。你通过风水有讲究，这个你知道，它给你一个 infinity 的感觉，看的就是山，乍一看有点吓人。是。然后我一过来，那 Licky 还说，哎，为什么不修几个台阶能走过去？我说你要修几个台阶，那边就得围一个钢化玻璃了。对呀，对不对？所以他只能就坐到这儿。
再多了消防局不干了。再深一点还能养几条鱼，我觉得。哎，你这个主意好啊，门口弄个锦鲤池，对不对？哪个华人大佬了，可以直接通到外面。对啊，外边也有，里边也有。你这主意点在。这边室内，我觉得还挺不一样的。这个小拉门你拉开，直接过来啊。这个大的佩佩多，相当可以了。咱们也拍了几年视频了，对不对？你看它多厚。size。它的宽度、它的高度，这都破纪录了。这个厚度，对不对？不愧是连钢管都能搬完的。关键它很好用，这是重点啊。咱们看到很多这个大尺寸的佩佩多，实际上已经没有这么丝滑了。而且今天难得加州还下雨，对不对？一过来，其实一进来，我觉得它的第一个 wow factor，或者它的 money shot 给到你的就是这个。它的整个的一个盘旋的悬浮楼梯一直盘到它的2楼主要的活动空间，一会儿我们从这边下去给大家介绍。但你可以看到，一进来先把这个房子的tone给到你了，就是这种低调简约的奢华，然后很多原木的元素以及这些漂亮的圆球形的水晶吊灯从屋顶啊一直吊到了差不多将近快到2楼一半的位置了。你看这山绒链的选择，就是不像那种大的圆的，直接稍微都比较收敛一些，对不对？教授，你先过来一点吧，你站到我这边，从这个角度，其实你可以看到外面的水池、山谷里面的景观，对面的房屋，实际上是一幅画一样展示给你了。这个角度看，我觉得真的是挺漂亮的，就是一进来给你的感觉也算可以了。因为咱们今天看的房子是个hillside 的房子，它是从上往下一层一层盖的。这种类似的房子我们看过很多，基本上1层呢很多处理的方式，因为其实越往下它越宽嘛，面积越大嘛，所以一般很多精彩的东西尽量往下走，当然建筑成本也高。1层其实最理想的方式就是给主卧，就一回来我第一时间就能进到主卧室，主卧室就在那边，非常棒。尽头，但是这个走道可以看到跟车库那边同样的设计啊，就是弯曲的钢体结构在上面做出了弧线，走廊一条道过来的所有这种 LED 的射灯，从地板一直到天花板，包括上面的钢化玻璃，你看朵朵的白云，今天还有点乌云的感觉出来。对，然后往右手边呢，其实就是1，往这边走，2，2个卧室，套间景观都没问题，自己的卫生间，我觉得这点是不错的。而且沿路走，它的屋 cladding 它是用了不同的尺寸的，而且是错开了一点。它没有说一体直接下来，一体直接下来可能就会觉得有点难受了，太频繁了这种感觉了。稍微做一些错层层次感出来，错了3层啊，挺好看。确实就等于适当的给你做了个隔断吧。那么这边走过来呢，同样大推门进来，就是它主卧室的空间了。因为那边是靠街道的，这类房子所有的开窗景观实际上都是放在另一侧的。那么这边走，主卧室很大嘛，进来一个小的起居室空间，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个房子今天的背景啊。就是之前的租客20万1个月，刚搬走，那 listing agent 呢刚拿回来，还没上市。我们可能视频放出来的时候应该就上市了。多少钱1个月？20万美金1个月。之前大哥租了2年，可以，对不对？那这边有采光的地方啊，那我们也是第一手，为了大家尽快能跟他们 listing 上市同步嘛，我们尽快就进来先拍了。所以有些租客的一些私人物品，大家就担待一点了。有些地方我们会适当的稍微选择性的跳一跳了。那说话间来到就是主卧室床的空间，你看它怎么分配这个床？因为很大，空间很大，很空旷，床总得有这靠吧？你放在中间有点奇怪。你看它在这边做了一个简单的木质的隔断，就当床头使用了。酷。因为你在这边的时候，依然呢，首先它也是一个有角度的屋顶，往这边是相对比较高的，往正面的正对着就是最好的阳台的景观，全给到你了。他们家挑高也非常高，但是他选择直接滑坡，适当的压下来一些，要不然太高了，让睡觉会不舒服嘛。是。然后左手右手两边各有一个卫生间的空间。先跟我看我的正面，这个它分男女吧？是。刚才你看见屋主了，屋主我跟你说分男女是不是？啊，这边就是男士的这边了，对不对？里面所有东西都打齐，柜子也绝对够用的。那后面就是它的淋浴间的空间，也适当的做了一些，你看隐私的保护。最主要的这一节给你挡上了啊，这边是厕所是吗？哎，这是它的马桶，往这边走过来，就是它的淋浴的那个shower的空间，还有一个 tub， 没错，男士也是有自己 tub， 然后往这边过来，黑色的，他们家的不光是 tub 的那个开关，就是它的这边也是，你有看到吗？这个设计第一次啊，非常好玩。
挺有意思。他设计师他很多东西我觉得有点像北欧的那种风格的感觉，就极简，然后呢稍微带一点点的工业风。对，整体来讲确实很特别。包括你看，等于它实际上主卧室、卫生间就是用这个墙做了一个分隔隔挡是吗？你躺在这边看院子里面的景观也没有任何问题。地面你看这个砖选的，你知道防滑。他们家2楼的砖你踩了吗？也是防滑的材料，是看起来很平实，也是防滑。这种纹路很好看。哎，它做这些很漂亮的纹路，也是做了这种防滑的处理了。实际上，你镜头再过来一点，它这个墙呢也没白搁着，对不对？这边也给你放了一个 fireplace， 你看，所以它两边都尽量利用上了。拉门全部都拉开，阳台的景观非常好。一会儿出去给大家再看。我们往这边走呢，就是它的女士卫生间了，只能说。女士卫生间多了一些更不同的元素，柔美一些，对不对？你看，包括这个 oval， 像一个鸡蛋挖掉了一瓢的这种感觉的一个浴缸放在这边。男士黑蛋，女士白蛋，是这个意思吗？好好的事儿怎么让你说的不太对了呢？哎，说回来，哎，这个叶子应该就像是银杏叶，是不是那种感觉？很漂亮，就更多的阴柔之美出来了，我觉得还挺不错的。但是同样的也把一些，你看，同样的设计元素也带到了这边了。这个东西省事儿啊，可当地板也可当墙体，真的是哈因为它花纹挺漂亮的。实际上，你再转过来呢，当然那边有些开窗的地方，自然光进来。你看，这是女士的这个卫生间的洗手台，那同样你可以看到也都是类似的这种开关的设计。我很喜欢。这个挺酷的，咱们别的房子里面没见过，还对不对？往这边走，再过来，女士的淋浴间，这个东西我们就比较有点 controversial 了啊。你知道你进来要淋浴的话，你在床上能看见？看不见，能看见，在床上看不见，你知道吗？那个角度是看不见的，但是你会若隐若现，隐约美啊，所以这个比较浪漫的这种感觉，是不是？对，挺不错的。但它这个角度你再调一调，你就会一览无遗了。来，过来。马桶的空间在这边，你看也用同样的这个墙纸银杏叶的这种感觉，很漂亮。包括这边小的马赛克，很多收纳的毛巾的地方，到女士的卫生间这边也是比较好的位置，也全给到你了。上面实际上是打通的，你能看到上面露出来的这个建筑外的这个钢化玻璃啊、钢体的结构都能看到。这个衣帽间可以啊，对不对？我觉得还是挺不错的，很漂亮，收纳也很简约。然后呢，我们这一层介绍完了，我觉得最大的亮点呢，应该还是跟我们下去看一下它主要的生活空间。The stair here has become one of the most interesting components of the house, of the elements of the house, and I think it's a sculptural piece that kind of like sort of meanders from the upper level to this level, the main element, and I think it becomes sort of the soul of the house. I think the house has always been about this spiraling staircase and the house kind of floating between two floors. I mean, the actual structure doesn't even go down to the lowest level. It's kind of hinged from the two other levels above it. And I think this has really created sort of like the iconic element within the house. 下来我们和大家来分享它的最主要的这一层，也就是它主要的活动空间。可以看到，其实我们一下来这边已经能看到非常好的山谷里面的景观以及后院的景观了。我左手和右手是分别两个不太一样的功能区域。先来我的左边看，从楼梯下来可以看楼梯系统已经非常漂亮了。那首先往这边呢，它是因为是很大的一个户型，整个2万尺。所以它做了很多小的局部的分割。其实教室可以稍微往这边走一步，它通过这个小的一个陈列墙，把这边还有一个 fireplace 壁炉啊，隔出来了一个非常 cozy 的坐的一个区域，挺好玩的，而且是通的，从那边都能过去，整个都是木头包起来的。因为这个比较现代的房子就是冰冷，对不对？但你看有这种小的空间呢，就把这种大空间进行一个分割，是也挺好的。我觉得很多设计师在这方面其实对于大房子都是挺头疼的。你要全敞开了吧，就有点傻了，说难听，是不是？对。往这边可以看到了，但是该敞开的还是得给你敞开，对不对？首先，这是它最主要的一个坐的区域，可以看到它其实这身前啊有一个坐的区域以外，它中间的这个 fireplace 隔着后面是另外一个坐的区域。旁边所有你的右手边，因为它是个 hillside 嘛，左边就不要想了，好吧？但是右边所有景观都给到你，自然光也可以采进来。你看今天还是阴天呢。这个采光太的无敌了，难得我们给大家展示一次阴天看的房子。你看现在阴天都是这样的一个采光的状态，那中间呢也是这种从屋顶上面有这种 LED 的氛围灯挂下来一种感觉的一个 fireplace， 一个漂浮感十足的一个
哎， fireplace 是，啊就感觉是这么吊起来的一个巨大的 fireplace，然后上面还弄一些原木作为一些氛围的装饰，感觉是要烧火的这种感觉。是，再往这边隔起来的就是一个等比大小的另外的一个做的区域，哎，也非常的好，非常的舒适。选的家具还挺好的。对他们家具好像包括熏香、陈设，包括这个毛毯啊，都是根据这个房子特别的制定去选择的，也是非常不错。那我们左边这边可以看到呢，就是它的正餐厅， OK， 对不对？正餐厅我觉得放在这儿没有任何问题了，因为它等于是一个开角的拉门，你全部打开了以后，外面的水景、山景全部都在你的眼前展示出来，听着流水的声音，以及外面那个小的雕像，放在这个位置也是很合理的。开放式就是正餐厅，也不是傻大傻大的那种桌子，你知道吗？对，其实它你要想换个地儿也是可以的了，对不对？只不过他们是这么展示的嘛。那同样和那边坐的区域，因为它有很多坐的区域，房子大嘛，坐的区域都会多，它也是用这种类似刚才我们看的那个小空间的隔断墙，也是可以陈列放一些自己喜欢的东西，哎，隔出来一个更大的一个坐的区域。那这个区域实际上来讲呢，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如果想欣赏景观啊，对不对？放松的话，晚上白天看一些东西风景，你可以坐在这边。功能也是做了分割了，没有电视是有原因的，不需要。不需要这个空间要看电视就是去旁边嘛，对不对？暗一些的地方，然后所有的屋顶你可以看到层高也没有问题，11尺的层高，都是有这种轨道射灯，也是现在的标配了，可以说是就是你位置啊角度都可以自己调整嘛，对不对？那从这边走过来，你的外面的露台景色都在这边，一会儿我们出去再详细介绍。这边是厨房的空间。可以看到，厨房整体的颜色是一个黑色的处理，包括这边的早餐厅也是用了一个黑色的比较偏现代的圆桌，上面的灯也是很漂亮，两边都是有做这种氛围灯的灯带在墙的顶端。餐厅挺大的桌子啊，这个都赶上别的正餐厅的桌子，是对不对？你再往这边过来，可以看到这是它的厨房。厨房实际上比较简单的一点是，它是有一个，这个是咱们之前的频道里没见过的，它是厨房和它的 chef kitchen 啊，实际上就是被这个墙做了分割。它还凸出来一个墙 ，cover 更多一点啊。哎，没错，等于是它把主厨房的收纳，你看可以做到这一侧嘛，但身后这边就是 chef kitchen 了。OK，所有需要的什么 cooktop、burner、洗碗槽、冰箱、烤箱、microwave 全部都有收纳，放了一条。然后它前面的 gallery kitchen 呢，就给到了你的正面，也是用的这种石料的非常 sleek 的表面的台链做的整个的铺设，两边也都有预留的电源。那叫什么？再往前面走一点，可以看到它的五金件也都是有这种磨砂黑的这种感觉，太空黑的这种感觉，显得更加神秘一点。包括这边很多收纳呢，也是偏极简风格的房子。这个玻璃挺好的啊，暗痛一点。它整个房子就是木和暗色，然后像大量的白色，基本上就3个颜色，比较简单。我们再往这边走，这个东西就是我们大家争议非常大的了，就是吊得很高的这种抽风。管用吗？这个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然后，但他把4个非常大的一个 diagonal 的这种多功能的 built-in 的 piece 分着4个放在直接坐在台面上面了。OK， 这个还算是可以吧，但是说实话，这黑的表面你要炒点东西不？它还有个 wok burner， 对，它不崩的哪儿都是的嘛，真的对不对？然后往这边是它的一个水槽，也是一个主水槽的位置，其实台面大小是够用了。然后往这边主要是它的冰箱，但要值得说就是它这个冰箱其实做的还挺漂亮的，尤其是这个门的这个把手伸进去的这个边，对不对？人多高的冰箱？哦，你看这多高啊，这到上面。但是当然上面是空的了，对不对？上面是空的位置了。然后往这边，咖啡机、烤箱全部都放在这边了。然后这边你看，这跟那种瑞士北欧风格的极简一样，挂点这种钢板，上面就直接做收纳了，对不对？放不上太多东西吧？没错，就很窄的东西嘛 ，syrup 这种东西。你看到那边就是它的另外一个 powder room 藏在后面。等于你说这个空间来讲，其实用起来还是很舒服的。我们镜头再往这边走一点过来。和刚才坐的区域其实连过来，你看和厨房旁边就是这个吧台，所以你看，你说它呢也能当厨房忙起来时候第2吧台，是不是可以这么用？完全可以，对不对？那你不需要的时候呢，等于可以 integrate 这个空间作为一个酒吧，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它下边小踢脚一个小三角形出来。啊，对，它切割的这个台面，其实咱们其实正面也有东西，你看它背面，你看它背面这个墙板，它为了做一些造型出来。特意的做这种弧线啊、
这种有点像是那种侧面看起来是那种立体雕塑的感觉，对，是不是？整个的墙面，那其实摆东西嘛，就你看大概也就摆这么多了，是，但也是典型的黑白配。那刚才教授也提到了嘛，就是说，哎，它正面的台面呢，实际上也是做这种弧形的异形切割，有些波浪呢，它为的是里面掏空的，放的是 LED 灯，是吧？所以给你一种漂浮的感觉，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了，对不对？我们跟着镜头往回走，来看它的另一侧。So this whole bar is basically fabricated from Corian, and it's all about all these fins that are sort of creating this sort of a dynamic, complicated kind of a sculptural element, and they're all put together to create, ultimately what you see as this sort of a white sculpture at the end of, the living spaces. So I think this house has multiple sort of very, very unique elements that kind of like make it become different than a lot of other things that we're used to seeing. And one of the components, I think, is this bar, which is not just about being a bar, but it's about a sculptural element that kind of is the focal point of all the living spaces. All these finishes that we've sort of dealt with from the marble and from the Korean. So I think the sculptural kind of quality that this bar brings, it really makes it a unique element within the house, and it becomes the focal point of some of the living spaces that are all flowing to each other, and creating this very sort of continuous indoor-outdoor, space. 路过回来楼梯，我们再看它2楼的另外一侧。在这里，我先把基本数据给到大家。房屋的要价，再次上市的要价应该是在6000万美金左右，因为 listing agent 还没上市，我们暂时不太好给准确的数字。那室内的卧室啊，9个卧室，13个卫生间，室内面积20500平方英尺，占地1.39平方英亩。我天，也是个2万尺的房子。现在你知道一拍这种房子，我这个地儿疼，你知道吗？后脑疼是吗？这才1层，咱俩已经走这么多路了。这才1层啊，对不对？应该是腿疼。这边是另外一个半位。就刚才我们从旋转楼梯下来，这是有个另外一个半位嘛，所以厨房的后面有一个，这边有一个。这还有个理发的。是，其实厨房那边是有空间可以直接下一层的。对，是一个它有很多的楼梯了，包括这边你看，这边有一个楼梯是直接可以向下层的。是。下层从这边走，然后从另一个就是车库那边进去的门，你从车库那边如果进来停完车，你可以从这个楼梯直接回到这层 ，OK 啊，或者你走电梯也是可以的。所以它这里面就好多组的楼梯，就是因为它是一个长条形，所以左右尽头都有楼梯，然后中间有楼梯、电梯是放在中间了。但你说这过道这几个地儿，这个大窗户落地一放，太爽了，看着全是这种青山景观，没话说。往这边走2步过来，2阶台阶往下走一点点呢，就是它另外一个起居室。你看电视在这儿了，来，好吧？就那个地儿是 showcase， 对不对 ？showtime 就是好看的啊，聊天啊，你知道，大家一起扯皮吹牛逼，你知道，在那个地儿 OK。那这边呢，你如果是个小点的聚会啊，小家庭啊，或者你想玩点什么，就是在这个小空间的，挺放松的一个空间。和那边的氛围是完全不一样了，因为这边主要是。其实就是休息的空间了，已经算是，因为它2个建筑，左边车库这个建筑的下面这2层实际上都是休息的空间，所有的娱乐的空间是放那边了。然后继续沿着这个走道走，它这边所有的 art piece 都是从那个比华利山庄的有一个 art exchange 从那边去选购的配下来的，就是每一幅画在这里面的位置都是精心挑选的，不是说把这个墙挂满咱挑一些，不是那样的。这个空间我就想非常想夸他一下，你知道吧？专门抠出来，没错，落地玻璃，然后 California room 算吧，然后当然，这个下边这个竹子非常漂亮，底下做了一个区域，等于他弄了一个抠出来一个巨大的 California room 给你，但是从2楼呢，你又有一个观赏的这个走道，依然能看到很好的风景，那自然光也能带进来嘛，对不对？我们再往这边走，走道当然不用说啊 ，LED 的灯带伴随着走廊全部都有，实木的地板。往这边实际上是它一个卧室，一个套位，里面卫生间，但它现在展示成了一个office 是吗？办公室了，我们可以进去看一眼。进去之前侧面有一个楼梯去上下层的，因为尽头都有嘛，就跟厨房后面也是一样的。那 office 这边进来，如果你把它当成卧室，当成一个床是完全可以的，但作为 office 也很爽。这个我就喜欢了，你知道吗？对不对？你看，因为它感觉就是漂浮的办公室的这种感觉，是不是？我真的是很想夸他，他直接抠出来一个算是 living room 的 space， 直接扔掉不弄了，不算了，对，不管，对，对不对？你看，
放了一个办公室，隔断隔起来了以后，后面是它的卫生间、淋浴间，都有非常好的景观。所以这个办公室我是 OK 了，但作为卧室来讲，我觉得也是非常棒的，不逊于上面那几个卧室。还隔离，用小木头隔离一下。如果你要放床，床就放在这儿。这电脑屏幕也可以夸一夸。没错，我们整个这层介绍完了，现在跟着我们镜头去看一下，它下面还有很多娱乐的空间可以和大家分享。我们下楼和大家介绍，左手边其实比较简单啊，左边往那边是洗衣房，还有另外2个卧室，长长的走道。这个长走道是什么造成的？哦，是那个卡利夫尼那个 California Room。你说是这个走道为什么不做成玻璃啊？哈哈哈，对不对？你这个哈哈哈有点尴尬。然后往这边呢是另外一个卧室，这个卧室就比较好了，尺寸也不错，然后直接看到是后院的草坪的景观，也有拉门可以直接出去。它的卫生间也没有马虎，这个卫生间也是相当不错的。是，一会儿我们进去一个次卧的卫生间给大家展示，就能看得出来，它次卧的卫生间是有做的比较现代，并不是说做的那种明显是缩水的budget的感觉。该说不说，下边要是做成玻璃的更壮观，但是费用它可能因为墙体结构嘛，对不对？然后往这边呢就是电梯嘛，下来的地方。那往这边呢就是主要它的活动空间了，这边有拉门，一会儿我们从这边打开了出去给大家介绍后院。整个的台球厅的空间，往这边再走，藏酒的一个恒温酒窖，它放在相对地下一些的下一层的位置也是比较合理的。能藏多少？据说1000瓶以上的酒。就在炫啊，没啥用。哎，你这话说的我又接不回来了。上面就是那个大的这个回转楼梯啊，就是有一点可惜，这个回转楼梯没有直接再下来一层，就是被这个酒窖给挡了，你知道吗？就是为了它，是不是？我们再往这边走过来，这个其实大小是不错的啊。那边是健身房，我们这么绕一圈给大家来介绍。从这边做的一个区域，其实也有很好的自然光了。先来右手边的这个区域，哎，他们家这拉门我还挺喜欢的，这么厚，这么厚，对不对？我天，哇，这跟进房间那个门从车库出来这个门，哎，差不多感觉。然后往这边来呢，就是它电影院的空间了。电影院它也做了个吧台，赵师肯定知道，这是我喜欢的。看着电影要干嘛？吃个火锅啊，是不是？2层的沙发的设计，沙发全部都是电动的，可以调节角度，仰着卧着都可以。一个屏幕放在这边。值得一提，它楼上的这个东西啊，你看它并不是为了好看啊，这个是有功能的。它是有设计的这个角度去吸音隔音的效果的，等于是一个算是造型隔音板，是这么一个东西，并不是说，并不是一个做的只是为了好看的一个东西啊，还是挺不错的。作为家庭电影院来讲，我觉得不能说我们见过的最好的，但是已经算是完全是中等以上水平了，挺专业的，我觉得。往这边。2个像鸟笼子一样的椅子，后面放了一个氛围的，就是滴油的那种，也不是滴油，就是灯，然后吹的那个小烟啊，就是一个小叫什么装饰、背景这么一个东西，氛围，对不对？这个 charcoal burn 的那个声音的那个，哎，给你模仿出来那个声音。然后往这边，你看这边是水泥的 smooth stucco 的墙面，那这边就是无 cladding 的一个对比墙面，然后每隔几节呢还有露出来的灯光。好像是那种木头透过来的太阳光洒过来的感觉。我觉得这比那个之前那种白色的，你知道吧？直接 L 型那种，比那个好看，是不是？因为看它的顶部和它这整个过道就很自然，感觉就是自然的太阳光漏过来了。是。左边是它的 SPA 中心，那我们挑一个卧室给大家进来看一下，就给大家有一个概念，它的次卧呢是没有再省钱，或者说是差不多就得了的。是。你看啊，衣帽间首先。次卧的衣帽间啊，大玻璃，对啊，玻璃门进来，你看里面隔断全部都打好，对不对？包括这边收纳全身镜全部都有。那你再看这边，次卧的一个卧室，你说它这个大小尺寸真的赶上一般房子的主卧室大小都没问题。是。然后这边有拉门出去，有一个阳台，这是比较下层的卧室啊。然后往这边呢是它的卫生间，可以看到卫生间。你说就是有点偏北欧的极简风格，但是装修上并没有说省钱啊，差不多就得了。台面也是非常的 sleek， 很干净，很漂亮。里面马桶的空间、淋浴的烧热房全部都藏在这边，也做了隐私的保护处理。他们家都喜欢用这个木头做隔断啊。哎，就尽量空间打开吧，但是相对的又给你做一个分割。然后这外面的这个阳台是和旁边的那个卧室共享的，旁边那个卧室和这个卧室大小几乎就差不多了。
因为这个房子 listing agent 都还没有完全收拾完，是我们抢着进来给大家再拍一遍看看样子。所以说有些屋子还有一些之前的人自己的东西没拿走。喜欢我们频道的观众们， 20万一个月，之前的大哥20万一个月租的。关注我们，可以抢到新房子看，给大家看更多有意思的房子，是不是？我们出去继续看。继续往这边走，走到的侧面你可以看到，它也都是做了收纳了。所以这边呢是为了好看，那这边就是为了实用了。爱马仕城。哎，你这都看到了是不是啊？来，往这边走，这是另外那个卧室的进出口的地方。这个等于就是楼下的一个小空间，你随便想做什么都可以吧，或者更安静舒适的一个，比如游戏房啊，都可以。是。那这边就是我们有说的嘛，房屋的这一头的楼梯下来，它是直接通的上面哪儿？厨房。厨房吗？对，所以大家记住，这个房子就是个长条。OK。我们继续往回走这边啊，把刚才路过的这个 SPA 健康恢复理疗中心呢，给大家展示完。进来以后，这个我觉得在同规模的房子里面做的还是挺不错的，它是一个完整的一个 wellness center 的感觉了。你看这边一个一个台阶过来，下面都是用鹅卵石。你看，因为这边都是湿的区域，这个地方很浪漫啊，该说不说。确实是不是？你看它这个异形的切割的一个浴缸，对不对？两边都有这种喷花洒，后边这个玻璃画是算玻璃画吗？哎，是玻璃画。这个好像是葡萄牙的一个景点，渗透很好。葡萄牙的一个景点，然后上面你可以看到花洒直接洒在这边地上，排水都是做这种隐形的设计，其实都无所谓了，水就随便流就好了，因为下面全部都是排水。之前我看就是同样类似的感觉的地方，还是另外一栋在后院，对吧？它的那个可以泡澡的地方是在后院，在山里边。假山里边，我知道你说那栋，你知道这栋其实有点接近什么感觉了？就接近咱们那个1.77亿的那个房子的地下，但是那个更疯狂。是，但这个是个比较迷你版的，毕竟差了3倍价格嘛。是。然后这边你看，漂浮的这些 vanity 也都给你做好了，也是极简的风格了，对不对？它就是现代 contemporary， 然后有点偏北欧的这种感觉，走的极简的路线。那可以看到这边呢，打开实时的马桶的空间也是用的这种分割的方式，包括整个这个桑拿，就不是桑拿房，就整个这个空间里面，它的控温也都是有的。再往这边走过来，刚才侧面有门过去嘛，这边这个就不马虎了，这个超大的一个干蒸的空间，这个就比一般的小健身房子可能都要大点儿，是不是？我们再往这边过来一点，可以看到我的左手边这边，实际上从这儿开始啊，都可以进去，门已经能进去了。这整个这边就是一个长条形的健身房。对，整个的健身房里面的设备来讲呢，反正该配的也都配给你了。对，但是你要说真的是特别大嘛，也够用了，够用，对不对？它等于和那个空间是匹配使用的嘛。我们再从这边过来，绕了一圈，练1个小时喝瓶酒，练完1个小时喝个酒白练。回来就是这个酒窖这边了，那后面这边同样也有一个卫生间供客人使用。Right。我们整个下面这层完了以后，给我们看一下比较精彩的是它后院。So to add to that, then we have this sort of floating pool that's an extension of the living spaces, and then we come around the corner and we kind of step down into this sort of beautiful garden, which seems like a garden, but again, all of that garden is also all elevated on many caissons and major structural, components and all that stuff. And this is again another unique element over here because we have thousands of square feet of like open space with the outdoor bar seating areas, fire elements, and everything else that that is part of the whole outdoor sort of composition of this house. 来，出来和大家分享这个后院。这个要说吗？它看起来像是那种水泥砂石石板，实际上是水泥板上面铺了 epoxy， 这还挺有想法的，说实话。有想法。挺有想法的。选词非常好。你这个变相的，你知道也挺好看，但是也能省钱，是不是？我真没想到，你知道吗？它竟然是 epoxy。没必要。往下面2家过来，这是一个户外的一个下层露台，因为它是分上下2层的。我们现在是在下层露台，下层露台的这边一个吧台，对不对？该有的也得有了。那放个小的乒乓球桌，实际上这个地儿你搞个小的那个
pickleball 的球场都可以了。你是上瘾了。按这个大小，就网球打不了，打 pickleball 总可以吧？对不对？我们再往这边走，这就是这要是非常喜欢的这个空间了。对，它不能做成对不对玻璃的，它要承重这个地方它上面是有一个 LED 的灯带，啊。晚上其实很漂亮的一个空间。这个挺有未来感的，这个位置是不是？然后还给你拿小竹林围了一圈。但你知道，我要真吐槽，我就老想吐槽，现在最近有点不太好。你这样从室内不直接过不来，对呀，对不对？你只能出来再进来。只能从这个室内可以过来，是那个，要不然你知道就在那个1楼的通道那儿，它要开个门，你知道吗？能哪怕一个侧门、玻璃门能进出，我觉得就这水泥直接承重了，在这儿应该是，因为你想本身讲 Hillside 没地，嗯，咱们这个房子是在刀片山上啪啪啪那么盖起来的，打了100多个 K 桑啊，才能撑住这么几万吨、上几十万吨、上百万吨的一个大的建筑啊，其实这很疯狂的一个东西的，不容易，对不对？大家可能大家觉得按建筑这那挑这么多问题，你知道为了在这建这个东西，你知道花额外看不到的下面多少钱吗？所以说小布加迪的小车就往那一撂，小布加迪回事呢，别让待着去吧。这是另外2个卧室，对不对？就走到尽头了。那往上面就是那个特别棒的办公室嘛，大套间了，可以说是。你可以看到整个，其实咱们现在都是在挑空的 deck 上面，严格来讲，太疯狂了。这其实就是，如果大家做建筑的人会知道啊，就直接做 construction， 你知道这个建筑成本是非常变态的。你看对面有个栗子在那给你搁着，那边正盖着呢，接好的栗子，对不对？你看下面还有那种小的花园，应该是后面那家的，也挺有意思的。就其实真的，其实洛杉矶好房子还是在Bel Air，顶着这么高的 luxury tax， 对不对？他们还是要在这儿盖，在这儿卖。这话说的非常实诚，但没办法，就是喜欢这儿，怎么办？你看，你说谁不知道平地好？但你说为什么要在山坡地盖出这么一个？你看从你的这个角度盖出，这个角度简直无敌了。这么一个 humongous 一个非常巨大的一个建筑物，大家其实有时候看这些东西的时候，其实或另一个层面多想一想，其实挺不得了的。因为它等于就是你看，就是那种山，咱们看对面那种大斜坡上给你盖这么一个玩意儿，你想想，后边那个镂空的，这个台阶也非常的应景。对呀，你看往这边再走2步过来。人工假草这是一定必须的，山坡地尽量减少这个草地的维护啊，也是非常必要的一个措施了。那往这边走，你看所有藏好的这些小的 speaker， 都藏在这些花丛里面了。这种假的植被，就你走到哪儿，其实都能听到音乐，都能 entertain。这个房子是一个很适合娱乐的房子。然后这边也有一个延伸的露台 ，fire pit， 是观景、望远看。都是可以，这边大房子真的是太多了。后院选的竹子我就挺欣赏，你知道吗？它有些植被选的也是确实不错的，而且你像著名的这条街啊，对不对 ？Bel Air Road，OK，Bel Air Road， 就是其中很多街道里面，其中一个大家最炙手可热的，就想住在这儿的一个房子。然后紧接着这边楼梯，我们上去给大家看一下它的泳池那层。上到这露台这层，我觉得几点啊？首先那边水系不用说了，后面这个雕像，其实我们在餐厅都能看得到。所有拉门打开以后，室内室外的这种流通也不用提。这个 Infinity Pool 太漂亮，很好，很好。还有这个梯子，全是架起来，你看下面全部都是撑起来。对呀，对，全部都是撑起来，下面没东西，对不对？然后这个热泡池，你看它做的这个 Infinity Edge， 感觉飘在这边的一个热泡池，正方形的，大小也不错。这边也有这个池子，你说要加温了的话，我随便进去哪儿都可以泡脚吧？对不对？然后这边呢也是一个入水区的位置，阶梯式的台阶，几个慢慢的下去。尤其你站在这个位置，知道吗？看着水慢慢流出去的这个波纹，露出来的那点植被，远处山谷里面的景观，但你说这都是钱，你看咱们踩这下面就能知道，因为它用的都用的叫什么 floating tile， 所以它的排水全部都是在下面排的。所以今天看呢，正好是早上凌晨下雨嘛，对不对？所以你看它没有明显的排水和积水的这些东西，每一个缝隙都可以排水。这个空气闻的简直的爽，天然氧吧，好吧，对不对？外面的正餐厅和正餐厅紧挨的就是这边室外的就餐区。这是它这一层的一个户外厨房，它这户外厨房还挺有意思的啊。小竹子一围，对不对？烤箱 butcher's block 全部都放在了这边，一格的哈。弄的还是
比较有想法的，简单，因为它厨房也比较近，那边有一个门嘛，就直接通到厨房的后面，所以它整体放的位置来讲也是比较合理的。所以它你看，即便这么大的房子，它保证了实用性，同时呢，它有很多的空间也依然还能给到你，是没有说忘了。我们再往这边走过来，可以看到从这个角度看这个泳池，其实大家不要被这个方形泳池骗了，这个泳池是非常大的一个面积了，从远处空中实际上都能看得到的。我觉得为什么人住在标二，可能就是因为这里的环境、这里的种种，包括它的社交圈各个方面，最后导致不管你怎么样，大家都依然愿意来这边买房子住在这边。是。今天这套极为特别的房子，我们在这里就展示完了。再次感谢 Listing Agent Team Kirby 给我们这个机会给大家展示这栋房子。喜欢我们视频的朋友一定记得点赞、关注。下期再见了，拜拜。So I think one of the sort of key elements in a hillside house, a huge house, is like how can you get the pool to be at the same level as some of the living spaces? That's always a challenge. A lot of houses that you see, the pool winds up being at the very bottom, closer to the entertainment areas, but not necessarily the living areas. So I think one of the biggest points that we wanted to try to achieve was to have the pool right next to the living areas. So with that meant this becomes basically a floating pool, which at the end of the day, it became the floating pool that you see that sort of covers over this whole beautiful landscape that we have. And I think that really was an element that we were very, happy that we were able to achieve in this way. It goes beyond saying what it takes to put a pool this high up with all the structure and everything that has to be dealt with in order to support the weight of this pool. But I think that was one of the main elements and main objectives of the design process, was to keep the pool at this level. And I think we really achieved it quite well. And I think it's really an extension of the living spaces, the sort of the indoor-outdoor living that LA is known for. And that's sometimes hard to do on very, very, sort of sloping sites and all that stuff.